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群星珠宝的新品发布会。在这里隆重为大家介绍由群星珠宝设计师宋芝芝小姐带来的诚心之作《情人的眼泪》。有请宋芝芝小姐。尊敬的各位媒体朋友、同行前辈们，大家好，请允许我正式的向大家做个自我介绍。我是宋芝芝，是群星珠宝宋珊的女儿，也是设计师安妮。今天是我首次以宋芝芝本人的身份发布我全新的设计作品《情人的眼泪》。初次见面，请大家多多关照。今天《情人的眼泪》所有的拍款，我将捐送给福利院，希望这个世界能够多一些善良的人。《情人的眼泪》起拍价为20万，每次以10万倍数，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竞拍。30万，40万，80万，100万，130万。耽误大家几分钟，有些心里话想跟大家说说。前段时间因为我个人原因占用了很多的公共资源，我呢也想借今天给大家好好的道个歉。其次，得知今天拍品的拍款将会尽数捐给福利院，我易文涵呢就是从福利院里出来的，我是真的很想尽到自己一点点的绵薄之力，所以在这里恳请各位前辈能够去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感谢。好，恭喜易先生拍得了这次作品，也感谢易先生的善举，希望你能好好珍惜这件作品。谢谢。恭喜易文涵先生，感谢在座的各位，为的孩子们献出真金白银的爱心。拍卖无价，真情有价。这么长时间，我们举办爱心拍卖会，就是要依靠现场的每一位相爱的力量汇聚。放心，帮助在困顿。最后的风头肯定是你的。下面我们继续今天的拍卖活动。今晚的另一件重磅拍品即将首次亮相，这款蓝宝石戒指叫深海之瞳，是曾全国闻名的珠宝品牌大福珠宝已绝版的孤品。这是你母亲的遗作，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把它拿出来的。这次就要拿着它去拍卖会，试探一下宋珊的反应。爸，你真的要把深海之瞳拿到宋家去拍卖吗？以宋珊的资质，他肯定一眼就认出，这颗原石和我们家丢失的那些是同一品。这枚戒指上镶嵌的蓝宝石，无论是色彩、净度，这颗裸石都被赋予了最高评级，6.8的克拉数，放眼整个市场，也是极其罕见的。我们再来看它的款式，设计经典，永不过时，具有相当的辨识度。中间的主钻与外圈的碎钻相互交映，为我们呈现出如蔚蓝深海一般的想象空间。如果当年真的是他偷走了原石，肯定会有所行动的。希望这颗原石能帮咱们看清楚，宋家里面究竟是些人还是鬼。记住，趁这次机会，你和宋芝芝的婚约也要提前了。
这款珠宝起拍价100万，加价50万倍数，欢迎各位踊跃出价。200万。200万，有没有比200万更高的出价？200万一次，200万2次，200万300万。300万。现在这款珠宝的价格已经来到了300万，有没有比300万更高的出价？400万。400万。400万第一次，400万第二次，400万第三次，成交。恭喜季白坚先生顺利拍得我们的深海之瞳。干嘛呀？耽误大家点时间，今天借着媒体朋友都在，我要宣布一个消息：我要向宋芝芝小姐公开求婚。谢谢。忘记了多久的光景，听老树发芽的声音，云儿在天上飘零，雨水在大地相遇，海浪的声音萦绕在耳际，余生漫漫多少沮丧。平平淡淡，我自知冷暖，坐上流浪的船，轻轻将思念划断，谁会停在彼岸？余生漫漫。这位先生，如果以后你再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能不能提前跟我商量一下？你注意安全。你是担心这个戒指的安全吧？所以你今天在台上说那些话，做这些事情，是真的想跟我求婚呢，还是觉得听了我的，觉得这颗戒指保值？怎么想都可以。这款戒指我第一眼看到它就觉得它很不错，所以不管怎么样，今天我们从各个角度来说配合的都不错。这枚戒指是我母亲生前最后的设计，所以我说，我是为我自己拍的。当然，现在它属于你了。那这枚戒指太珍贵了，还给你。送出去的东西哪有收回来的道理啊？你拿着吧。我不能收，这枚戒指是你和你妈妈的回忆，所以你要好好保存着。老公，毛巾我给你放好啦。喂，没想到季白坚这小子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求婚，虽说迟早会有这么一天。对了，上次让你加快进度怎么样了？已经逐步加大药量了。
但是这个药必须一点一点加，一次加太多，怕有心人查起来，会留下证据。不行，这件事不能等了。宋家和季家这么一联姻，日后想要拿到群星珠宝就更难了。宋山不能留了。好，我知道了。他平时基础病挺多的，让他进医院急救也不是什么难事。文芝，文芝，快快快，来让一让。老公，你坚持着，你可不能有事儿啊，老公，老公。老公，你可不能有事儿啊！老公啊！来，让一让，让一让。宋芝芝为什么不肯收下戒指呢？她不可能看不出来，深海之瞳和宋家藏着那批是同批次的原石。如果她知情，没有理由毫无反应啊，还把戒指还回来。芝芝，芝芝，别碰我！手术同意书我已经签了，咱们就大家共同祈祷，你爸爸熬过这关吧。我以为我可以通过努力保护自己，保护家人，可到头来都是命中注定，真的没有办法改变吗？芝芝，子明，奶奶怎么样了？奶奶，你爸怎么样了？啊，没事的，爸已经在手术了，他会好起来的。这都进去多长时间了，怎么还不出来呢？医生正在全力抢救，会没事的。妈，不是说让您老在家等消息吗？看这么晚了，你还跑过来了。我还跑过来呢？你看你这话说的，小轩在手术室里抢救，我怎么可能不过来看看？是，芝芝啊，你爸平时身体挺好的，怎么一点预兆都没有啊？都是你，你怎么照顾的他？怎么说倒下就倒下了呢？是妈，你说的都对，是我没有照顾好小山。
我对不起您了，对不起，对不起。一遇到事儿你就只会说对不起。当我第一次看见你，你就是这样。奶奶，你别生气了，别把自己身子弄坏了。爸爸一定会好的。芝芝啊，奶奶这一把老骨头是一只脚都进了坟墓的人，我不怕死。可是，要让我这白发人送黑发人，我往后的日子怎么过？我生不如死啊！奶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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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医生，奶奶，医生，医生啊！医生，奶奶，爸，听说宋山心梗了？报应啊！你说这个老东西心理承受能力还真不怎么样，看到这颗原石，竟然急火攻心住院了。你下一步的任务就是继续巩固和宋芝芝的关系，从他的身上找到突破口，拿到我们要的证据。爸，这件事是不是另有隐情啊？您看当时拍卖会上，宋山虽然喊价了，但他没有继续跟咱们抢。而且有没有可能，宋芝芝是局外人？我也跟他透露了，戒指是我母亲的遗作。他如果知情的话，他没有理由把戒指再还回来。你说的这些可能会有点道理，但我们能确认的是，宋家脱不了干系。思明哥，爸爸和奶奶的化验单我都整理好了，还带了一些补品和给你的生活用品。你别太担心，都会好起来的，啊！别在他们好起来之前，先把自己累垮了。你看你都累瘦了。今晚好好回去睡一觉，这里有我守着。宋小姐，这是宋先生的病历报告。跟我说吧，你坐这。宋山的情况，集团内已经传开了，我们可以进行下一步了。如果宋芝芝同时得到季白坚和魏子明的支持，计划可能会出问题。别太担心，宋山现在的股权大部分都交给信托打理了。我手上的股权和聂小斐的加起来，不管他宋芝芝想怎么玩，我都能奉陪到底。再说最近我也经常去公司，已经争取到了一些公司内部人对伊文涵的支持。动作还要再快点。
我怕拖久了情况有变。你急，我比你更急。毕竟现在已经到了我们最关键的时刻。白珍，你来了。要不然你帮我陪陪爸，我一会儿想去看看奶奶。放心吧，苏叔这有我的。那我走了。宋叔，是白坚呐，你来看我了。我想问你点事。你说吧。当年记下那批斯里兰卡的原石，为什么会出现在宋家？奶奶怎么样了？胃口好了吗？奶奶她挺好的。阿姨，我看您最近挺忙的，天天往公司跑，还要急着开股东会。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你爸爸这一病倒，公司里是一片混乱。我也想着能做点什么事情，也算是帮帮你爸爸，这才跑到公司里，把你那些叔叔伯伯都聚起来说说话。安抚一下大家的情绪嘛。是安抚情绪，还是制造混乱啊？你这孩子说话还和小时候一样冲，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就是，以后公司的事情你就不要插手了，交给我就好了。阿姨，你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毕竟照顾我爸才是你的本分。是宋山家属吗？病人情况突然恶化了，跟我来。爸，爸，医生，我爸是怎么了？冠状动脉突发堵塞，快，先送去救室。爸。你刚才干嘛去了？我去打了个水，刚才还好好的。爸又严重了。老公，别想那么多了。医生说你还得加强营养，把牛奶喝了吧。喝嘛。
嵩山先生要送往重症监护室，他的生命现在没有危险，但是意识没有恢复。哦，那什么时候能恢复？不知道，可能明天就醒过来了，也可能会一直这样下去，不好说。这个宋山死到临头了，居然还在说不知道袁氏的事儿。对，我问他了，他说他也不知道袁氏是怎么到宋家仓库的。他的意思是，被人栽赃陷害了。谁会这么大方，拿一批斯里兰卡皇家蓝品阶的蓝宝石栽赃陷害他呀？他在说谎吗？难道你信他？你相信他跟此事毫无关系，甚至跟咱们一样，只是个单纯的受害者？突然就昏迷了，这事儿蹊跷呀！我看他当时状态挺好的。而且医院也没有给他开重症监护啊！我是真的不知道他怎么就昏迷了。不管真的假的，反正他这一病倒啊，群星肯定是群龙无首，会被很多人觊觎的。想个办法，让宋芝芝代管群星的所有业务，然后抓紧收购股份。我要让群星珠宝姓季，这个是我欠你母亲的。扶持宋芝芝是可以，但恐怕没那么容易。芝芝，这么多年你是知道的，阿姨从来没有插手过公司的事情，这个完全是你爸爸的意思。爸怎么可能给你20%的股份？毕竟我跟了你爸爸这么多年，可能他觉得这是我应得的吧。老宋啊，你的心意我都收到了，你是不是怕你走在我前头，我们母女的日子不好过呀？我其实什么都不想要，我就想让你赶快好起来。我妈这么多年为宋家付出这么多，她有股权是应该的。我也有宋家2%的股权。叶张飞，爸生病这么长时间，你来看过他一眼吗？你有把他当过一家人吗？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说话？话也不是这么说吧，芝芝。你爸爸这么辛苦，群星珠宝才有今天的成绩。他是为了我们全家，为了我们每一个人。咱们每个人都有公司的股份。怎么这么恶心的话你也能冠冕堂皇的说出来啊？爸爸还躺在这儿呢，你有没有良心啊？我弟是群星珠宝的继承人，他已经把这继承权给我了。继承权？你爸爸现在还活着，你就惦记继承权？到底谁没有良心，谁恶心啊？你可真毒啊！老宋啊，你都听见没有？这可是你最心疼的女儿。总经理代理人的位子，我是绝对不同意你接任的。你不过是个女孩子，没有任何管理公司的经验。要说到代理人，我倒是有一个人可以推荐，易温涵。芝芝啊，这些年你从未参与过公司的管理与运营，
对公司的大小事务呢，更是一窍不通。你有什么资格做公司的代理总经理？而我呢，对公司项目的运作情况是了如指掌。虽然目前被停止审查，但是不代表我没有竞选代理总经理的资格。易温寒先生，现在又是小斐的男朋友，于情于理，我作为公司的第2大股东，一定会全力推荐他竞选代理总经理。你真要把这个位置给他？宋小姐，谨言慎行。如今小斐已经跟我在一块了，他的股份自然是支持我的，公司总经理的位置也很快就会是我的。你要提前叫我进易总，那也是无可厚非吧。从此刻开始就不关心，耳朵没有在意，想要的安静，努力为谁改变，笑着哭着埋怨，也就是我该学会的满足。说真的，我不在乎伤害了我的次数，所谓的真心付出，也许是我已麻木。说真的，我不在乎，就算是偏离了路，总还是在为谁哭，哭输给